伴，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6号，我们的讲师谢文清已经来到了线上，我们就直接邀请我们的讲师来为大家开讲。好，麻烦喽。好开心，好开心哦！我一直想要为童军做一些事情，可是因为可能目前为止呢，刚回到童军没有多长的时间哦，所以又加上我还在念研究所，所以等于是说可以帮的忙也不多。但是很开心可以被邀请来参加这一个，就是来分享这一个。那我想，当然我不是想说一定要有发生事情我们才来分享啦。像我在性教育这一块，我也从事蛮久的一个琢磨。那也对于国中学生或者是国小的孩子、幼儿的孩子，我也很有兴趣去教他们怎么去保护自己。因为性教育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时时刻刻哦。所以我女儿现在6岁，她大概3岁开始，我就可以开始给她性教育。那我大概先讲一下我的背景是什么。我自己本身是学校的三和国中的建教老师，那我是性理学基金会的所谓的特约讲师我也是性教育学会的秘书，所以我刚刚才完成了一个半小时的一个会议哦，也在讨论我们未来在针对性教育这一块可以怎么琢磨。然后因为之前在国健署它有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网站，那我们也在思考说，是不是未来要增加一些这些网站，可以让孩子可以有一个咨询的管道。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学校老师以外，我也是国健署的一个咨询专家，也就是说我在文章的撰写上面，我都有在国健署这边参与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国健署网站，然后去看。那我也在111年跟11年跟12年承办那个国健署的计划，所以我大概了解在整个计划的一开始到成品出来，那当然整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要重视的细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哦。那我现在目前也在念书，就是利用假日的时候呢，在师大就是健康促进与卫生教育学系在上硕士班，所以呢是很忙。那我也是中立高商立商劲风童军团来点团团长，这是我从2年前改的身份，好，从团员然后变成一个团长，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一个路哦，所以在这一块我也希望可以多帮上童军，因为我自己觉得就像我的简介里面说了，我从加入童军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当童军是很骄傲的。那我的女儿现在她是6岁，她也加入小，然后她也觉得她当童军是很骄傲的，她每天都在问我妈妈我什么时候可以当团长哦，所以呢她有很多的进程可以去慢慢的去累积。好，那我就不讲太多了。好，那我就先来从我今天想要谈的我希望说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团长在跟孩子们在谈的时候呢，他有一些自救应变的能力，那也当然也会希望可以建立有一些危机的意识跟正确应对的行动，那也会学会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跟记录事发或者是寻求协助以这一块来说，我想自救有一些原则还是要跟孩子说，因为第一个保命优先，如果真的发生危险的时候，那当然还是要以生命优先所以你先逃离再来求助，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现场的逞强，有可能会让对方他可能会产生更暴力，然后可能会危及生命的这一块那再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录音是最强的自保工具因为留下一些证据，其实对于未来在所谓的搜证或者是在提供所谓的证据的时候，这是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孩子其实应该几乎都人手一机，那可以做的这个其实也都知道怎么去运用。那再来就是找信任的伙伴，我相信他会出来活动，一定有他信任的伙伴，还有所谓的可能是团长或者罗副这些人，那他可以帮自己设定几个信任的伙伴。那再来就是说，当他发生相关事件的时候，他要能够记录细节不管是时间、地点或者事件的过程，那之后来进行佐证，这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以上的我就提了几个案例因为我想说时间也有限，我就提几个案例，比如说在半夜的时候被陌生人闯入那个帐篷那这个呢，其实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在办理团集会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他可以设计一个情境，然后呢，去引导我们的团员还有伙伴去思考哦。比如说他在半夜醒来的时候呢，发现有人在外面要拉链啊，或者是说他就可能会有一些害怕紧张的时候，可是呢，因为可能他不管他有没有得手啦，那他可以做的回应是什么？所以呢，这时候给他一个情境，也让他去思考。那这时候团长也可以带着他们去思考，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应对？比如说，你会选择追出去，还是要先报告团长或者报告其他的罗夫？那为什么要记下时间跟通报呢？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帐篷安全的守则，可以预防这样的事情哦？可以让孩子们去思考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那当然，如果说在他如何去做具体的回应的时候，当然他也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想不到那么多，那你就会告诉他说，如果他当下不管有没有人在那里，他有没有伙伴在旁边呢，他一样可以大声的喝止，至少制造出他可能可以喝阻吓对方，因为毕竟他还没进来嘛，他意图要进来。那在这一块的时候，他就可以先比如说这是女生的帐篷，谁在那里，你不可以进来哦，或者是你是谁然后呢，当然因为已经是晚上嘛，所以呢，因为既然是女生帐篷，相对的我们也不建议他主动去追赶，因为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被对方欺负了，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是更危险的。然后再来就是用手机去记下时间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打开录音的功能去记录现场的动静，然后呢看看附近有什么样的一个动静，然后让他可以知道说我之后如果要阐述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哦。那如果有同帐的团员，当然就是跟同帐的团员叫醒让他知道说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然后陪你一起去跟队服报告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要查看你的帐篷的拉链跟物件有没有什么异常，有没有什么他惊慌之下然后遗留下来的东西。那这样子事后是否也可以因为有这样的证据去进行所谓后续的一个回报或者是去搜证那这是第一个案例那再来第二个案例就是说被碰到不舒服的位置。因为我们童军有很多的活动，像上次露营的时候，我也跟我们的团长在讨论了我们之前的蛇舞这件事情。那现在好像不大适合玩蛇舞这件事情，但是以前我们在参加童军的时候，玩蛇舞是很开心的事情，可是现在好像都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会碰触到身体。所以在团康活动当中，当然有可能会被碰触到身体的这一块。当被碰触到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个情境来带领孩子去思考。如果你是不舒服的这一个人，那你会选择沉默还是表达你的不舒服？但是你要怎么说可以保护自己又不怕被人家笑？好，那因为我一直觉得童军精神里面呢，它是一个有很棒的一个精神，就是很尊重的，包含他可以尊重个人的意见，尊重个人自主的能力。所以呢，在这一块上面，如果他没有尊重到对方，而我很清楚的告诉他我不舒服了，这样是合理的吗？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他们去思考的。那当然在具体的一个回应上面呢，其实他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身体自主权身体自主权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当别人碰触到你，然后你真的不舒服，其实你是可以勇敢说出来，但是不一定要很凶。比如说像我女儿，她现在这么小从小我就告诉她，如果有人要抱你，你觉得不舒服，你也可以跟他说我不喜欢你抱我，或者是说我不喜欢别人抱我，你可以不要抱我吗？或者是你下次再抱我可以吗？好，我不喜欢你摸我，那你可以不要摸我吗？好，包含我不喜欢你对我做什么事情，那我都会这样告诉他。因为你要让他适度的去告诉别人，这是我的身体，我是主人，所以呢，我应该要捍卫我的权益，然后保护我的身体。好，如果真的是有被碰触到，那你这样讲完之后，对方还是持续的话，那就请你立刻离开现场，因为避免再度去接触他。那当然你觉得不舒服，你不能就是这样子就结束了，你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信任的大人，包含就是我刚刚说的你的队服或者罗服或者你的团长那再来就是在你发生的当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的时间跟地点和情况，你都可以用自己的备忘录去记录下来，千万不要质疑自己的感觉。其实这也是在我跟孩子在讲性骚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因为他是我的家人，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是我的伙伴，因为他是我的谁谁谁，所以呢，他这样的动作是真的是性骚扰吗？是真的让我觉得不对吗？可是当你有质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让你不舒服了。那既然是不舒服，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对的行为，那你其实就可以立即当下跟对方这样说。那当然，如果对方他真的是不小心，他自然而然会告诉你，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是不小心的。可是如果他是故意的话，你应该也可以感觉出来，因为他绝对不会就这样子而已。好，所以千万不要质疑自己的感觉，有时候不舒服，他就是不舒服。然后再来第三个，在帐篷里被偷拍哦，因为比如说像有人在换衣服，然后有一只手机从帐篷的缝隙里面伸出来，他就开始喊有人偷拍哦。那当然这时候呢，这个情境也是可以让伙伴去思考，就是说，那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被偷拍？那我在被偷拍的时候呢，他的团员之间要怎么样合作，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事先可以做的安全设计来防堵这样的事件呢？所以我想，其实在相对的这样子的时候，我都会，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建议他可以两两成行。如果他真的需要去换衣服，找个人陪他，那不要单独行动，因为现在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都一样了。我都会建议两个人行动。因为毕竟我们不知道别人会做什么事情，但是互相保护、互相的一个提醒，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为呢，你也可以告诉他说：“我觉得好像有偷拍，你就直接大声的出声说有偷拍。然后呢，团员如果是在附近，当然他可以协助，然后围起帐篷，防止偷拍者离去哦。也有可能就在旁边而已。当你大声呼喊的时候，那个做坏事的人他一定会惊慌。”那如果可以拍到偷拍的行为，当然如果你有手机啊，这时候呢，你就马上录影的话，你不用急着要冲出去，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其实也是很危险的。那另外呢，如果确实发生像这样的事情呢，当然如果你伙伴是多的，有2位到3位的话，你可以派人留守，然后呢一个人去联络队服或者是罗府来做进行支援哦。当然，如果可以记下时间、方向、手机啊，因为有些手机你记住它是什么样的手机，现在孩子很厉害的，他看到那个手机的外壳，他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机型，然后再去追踪。因为有时候他只有看到手机，他并没有看到人的话，那再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描述，那是不是就比较能够找到是谁哦？再来呢，当然我们希望说在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因为有时候啊，当然除了性骚扰或者是这件事以外，也有可能在户外发生手机没有讯号怎么联络的时候哦，所以这时候呢，也是要去思考一下，如果当你手机没有讯号失联了，那你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先学会怎么自救，因为像我们的手机，其实就算没有讯号，它还是会有定位的功能，它还是可以拨打3个号码的一个电话出去哦。所以呢，它也可以先去思考一下，手机除了没有讯号，那这个时候它可以做什么样的用途？然后再来在进行所谓的事前要去哪里之前，有没有可以去进行所谓的事前的预备，可以降低包含像迷路啊，或者是包含像遇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你的风险是什么？那另外一个第4个就是当手机没有这个呢，你要怎么去做回应哦？当然，一般来讲哦，我们会建议他，就是因为有很多孩子手机没有讯号，然后找不到任何人，然后又看不到熟识的人，又害怕的时候，其实都会很恐慌。可是还是要希望建议孩子，就是说这时候先不要失望，也不要就是先冷静，然后不要恐慌。因为当你恐慌之后，你就脑袋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思考。那如果这样的话，更容易让自己呈现在危险的状态。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找到附近有人的地方，如果附近有人经过的地方，或者是明显的地标的地方去进行等待，等到有人经过，或者是再进行求救这个动作。那这时候你的手机虽然没有讯号，它还是可以录影或者是录音的。所以呢，在这时候你也可以拿起来，然后呢去记录，比如说你当下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是完全没有一个讯号的情况底下，然后刚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做后续的说明。
那另外呢，当然，因为童军身上应该会有一些小零件，比如说像哨子啊，或者是镜面反光这一块。如果当下你真的没有办法有讯号的时候，其实用这样子的一个求救方式，求救讯号也是可以。当然还有手电筒，如果你是晚上的话，还有手电筒可以运用。那天气如果许可的话，可以在原地等待搜救这件事情，因为最怕的就是你也想要一直去找到出路，但是呢，其实你对于天气跟安全这一块你并不熟悉的话，你的乱走有可能会让自己更危险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到所谓的洗澡，这就是我们上次就是发生的这个偷拍事件了。当然我觉得是真的是辛苦了，因为晚上工作人员可能会很晚的工作，可是呢，还是会建议哦，如果在洗澡的时候啊，发现有像这样的一个手机镜头探出来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大声喝止，没有错啦。那也有可能附近就会有人出现，但是我们上次的案例好像就是我们这一次发生在大陆营的事件呢，它当下可能马上没有办法呼救到所谓的手势的人出现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引导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偷拍行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场没有人可以帮你的时候可以怎么做？那拍下对话影片有什么可以帮助？这个其实当你发现有手机镜头探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一个伙伴做的很棒的，就是他马上把他镜头抓住了，然后呢，当然对方也不放哦，那在当下可能就会出现拉扯。那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他当下如果他已经开始洗了，其实他是很危险的。可是如果你要进行所谓的具体作为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确认你的安全哦。因为当然如果偷拍在隔壁间，还是要想办法，如果可以的话，先把毛巾遮身体，或者是说去观察他对方的动向。有时候他可能会冲进来，也有可能哦，因为你的发现会让他生气，那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他就跑掉了。那一般偷拍者呢，其实他是要录下或拍下你的影像，或者是你的动作，或者是画面哦。那有的他是没有攻击性的，可是有些他还是会有攻击性的。那如果可以安全的操作，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的手机应该我相信，当你要去洗澡，虽然有些人他不会带，但是像我就会随时携带在旁边，因为当然有可能会有所谓的像因为可能我有女儿啦，所以等一下他如果要找我的话，在晚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让他时刻可以找到。那这时候呢，你有可能会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件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录影你的偷拍行为，去让也不需要去靠近那个人，因为当他有这样的证据的时候，也可以让后续你在进行所谓的不管是报警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个处置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证据显示。那再来就是说也可以让对方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安全的。那我的出声警告他，就是你在偷拍我已经录影了，第一个当下就是要他赶快停止，就是不要再继续录影，然后不要再偷拍，然后再来就是这时候因为不知道外面情形是如何，也许你如果真的是很晚的时候，这时候还是要保护自己哦。因为如果但是我有时候会害怕那个，像有时候那个外面的那个门啊，有的那个锁的门可能会有点不大那么牢固哦。那我就会建议，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洗澡还是两成对这样子去哦。有人在外面帮你看着，然后至少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有人陪你，可能聊个天也好，然后讲个话也好。至少互相提醒、互相保护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当然，如果真的还是只有一个人，那你就尽量，如果害怕，因为当下如果已经很晚了，那你就先躲回锁门的地方，先保护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你一定要先确认你的安全哦，然后再来可以联系的话，就是你的团员或者是你的罗佛，不管是电话或者是用语音讯息，像现在有 LINE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通讯方式，赶快请人到现场。那到了现场之后，去记下你的时间跟地点，好，那去报告所谓的队辅或团长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想在透过这几个实境的一个设计上面呢，我们都希望哦，孩子在遇到像这样的一个骚扰事件的时候，当下第一个真的是不要慌哦。
那既然不要慌，所以呢，我想在这里我也给了队辅几个建议哦，因为我想在训练团员识别偷拍风险跟自救流程的时候，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的团级会设计可以把一些情境把它进行模拟演练哦，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这些情境呢，在模拟的时候就会教他们，我在使用手机录影的时候怎么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录影，然后再来怎么去记下时间跟地点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训练，也可以让他们可以更了解，如果我发生被偷拍了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自救。那其实时间不用太多，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呢，第二个建议就是说，建立日常的心理支持信任机制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较少，就是家长生的比较少哦，所以呢，他当然如果可以，你跟他建立一个信任的机制的话，让团员知道你是可以说真话的人的话，就是他有问题就会来找你说，有问题就会来找你倾诉也好。那在这一块里面，当下他发生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立即来找你。这时候呢，专心去倾听，你才能够听到他真正发生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通报的流程跟负责的人哦。所以呢，在集会之前，当然可以明确的宣导，因为就像我月底要去参加那个蓝雀还有那个专科章的一个露营哦。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也是礼拜一晚上我们也是在开会在讨论，刚好讲到洗澡的安排这件事情。那我们他是在一个国中，那我也有提到这件事啊，因为即便是在国中，他洗澡是在那个残障厕所洗澡哦，所以我也提醒到他们在安排学员要洗澡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到这一块。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孩子，我们都相信童军，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护童军，还是要保护我们的孩子。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几个可能团长啊，或者是工作人员要去进行所谓的巡逻也好，或者站点也好。那因为我们洗澡的地方大概只有4间浴室，所以呢，大概上下这样跑，其实有人去看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让他们可以被保护到。那当然也有一些落单的孩子，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去进行所谓的保护的话，这样他也会比较有安心一点。那再来呢，就是第4个建议就是说，像如果说晚上啊，陪同淋浴跟安全点检制那个安全点的这个制度哦，因为有些有可能是女童军，有可能是男童军，在晚上洗澡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也是有一些女性队服或资深罗服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进行所谓的轮值。那当然，因为营区有一些死角或灯光不足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也是要稍微提醒我们的伙伴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孩子哦，在整个洗澡的过程当中呢，都要去注意，尽量不要去到这样的死角，尤其是灯光又看不到，然后呢，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很难去帮他们进行所谓的因为也没办法注意到那么多。那再来第5个呢，就是如果发现可疑的状况，这个真的是要立即回报跟记录哦。然后这时候呢，队辅也不能自行处理或放过，而且呢，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性骚扰或性平事件，真的这不是小事情哦，而且是要让他处理到，让2个双方都是要记录，然后呢要通报，而且呢要陪伴到底。但是因为有时候性骚扰这件事情哦，有很多种说法啦，尤其是如果他在人少的情况底下，或者是只有他一个人，然后跟对方的情况底下，其实有时候他的说法有可能会被质疑。那这个质疑呢，可能就会造成1度或2度的伤害，甚至是多重的伤害。所以呢，在处理像这样的事件的时候，真的不能小看哦，因为真的没有好好处理的话，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因为不被重视或没有被处理到。那尤其是我们是一个团队哦，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营队，而且是有申请的营队，当发生这样的事件没有适当的回应跟处理的话，它还是有后续的法律责任哦。那当然这是我希望给团长或者是队辅的几个建议哦。
可是呢，我想在办活动的时候呢，有些主办单位要落实的事项，其实还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在活动前的备案哦，像我们有 SFH 这个通报系统哦，那当然我们都希望说，透过这样的通报呢，可以让孩子更清楚。那所以呢，我想在面对像这样的一个机制里面哦，其实我觉得啦，在团集会里面也可以去让他们理解这一块。那所以呢，我想不管是谁哦，我觉得啊，他们可能像我今天本来在准备，或者是这2天在准备这个演讲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哦，我们讲的 SFH 这个通报系统，孩子他知道吗？我不晓得啦，但是我想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孩子去清楚知道，如果说我们有发生一些像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要如何去处理？因为这个是世界童军运动的组织里面的一个政策跟原则，它因为为了要保护所谓的童军，然后呢，在活动过程当中，在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一个伤害，都避免要去保护它哦。所以呢，这一块要教他们如何去进行所谓的认识。那当然，如果有人遭遇到或者是遭遇这样的一个伤害，或者是说有目击伤害事件的时候，如何快速跟安全的寻求协助跟通报的这个制度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要设置这样的机制。但是问题是我想在有没有这样的负责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队服或性平专员，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应该接下来所有的活动应该都要具备的。然后再来就是现场的风险热区的调查哦。随着现场风险热区的调查，当然就是说你要了解哪边是死角啦，或者是说哪边是比较危险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可能就要多去观察，然后去了解，进行在所谓的那个我们场勘的时候也要去注意。所以呢，像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们在主办单位要一开始要办理活动的时候，其实他现场就可以先去进行像这样的调查，直接就先避免掉哪些是可能会发生意外，或者是就是危险事件比较有可能，就像我们校园里面也是一样，会有哪些死角，会有哪些可能会让学生有机会躲藏，或者是有相关危险性的地方，我们就会先去做所谓的那个了解。然后再来就是说背景的查核制度，当然这有一点点难，因为为什么？因为背景这一块呢，就像活动上次这一次的那个偷拍事件呢，他的偷拍者是外包厂商，那当然如果可以SFH。它是童军活动当中是性别安全跟保护机制的统称，不是吗 ？Safe from harm， 免受伤害。好，记得是这个。好，是没有错，但是它不是通报系统。它不是通报系统，它应该说它是一个政策跟原则。那了解它的目的其实是在于，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在保护所有的童军在参加活动的时候有一些任何形式上的伤害。那我想当然我们希望说在活动之前可以先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个政策跟原则，然后让所有的不管是行政人员或者是参与的伙伴可以先了解这一块。那当然在他的活动当中呢，如果他可能有一些如果需要到通报系统了，那当然就会有一个专责处理的人员，甚至是联络的管道，还有求助的位置啊，或者是说包含怎么去记录后续的处理这一块，那它就会跟整个系统是连串在一起的。所以当然这是我建议啦，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在活动之前可以先把这个通报系统的原则跟目的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先了解。那再来就是说背景的查核这件事情那当然我想不管是参与的学生，我想如果都是童军应该都比较没有问题。可是就是说在
整个当然园区，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学校，学校如果说是放寒暑假这一块，可能会参与的人有哪些？像我知道像我们要去办的月底的这一块，可能学校还有人在上所谓的暑辅。然后可能有9年级要上暑辅，有一些课程，那甚至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外包厂商在进行校园的一个维护也好，那了解这个背后的一些背景，然后也让我们可以事前可以了解这一件事情。那再来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活动之中要进行的4个重点也很重要，就是明确处理的流程卡。那当然这个呢就有点类似像刚刚的团长提醒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有关于内部的 SOP 的演练呢，然后呢当然我们会去做所谓的性平紧急小组的成立。那这个是现在目前越来越需要重视的，因为我们常常如果在这一块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临时突发状况的话，那你临时才要进行所谓的一个成立的话，通常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理解那它整个处理的流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相信有些主办单位他真的会去用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处理流程，让所有的伙伴了解这一块。那当然协助者的设置这一块也是，比如说像我们办活动会有队服，还有工作人员，然后还有所谓的罗服或者是其他的服务员，这些在针对伙伴的一个课程的不管是参与里面呢，他只要有发生任何的问题，他都可以寻求协助的话，这也是让他可以很安心的地方。那再来我们内部的 SOP 的演练这一块也是一样哦，当发生像相对的事件的时候，如何去进行所谓的一个自救，或者是说整个所谓的顺序的一个求助的过程，还有处理的流程，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想这是在活动当中我们必须要让不管是伙伴或者是团长或者是相关的行政人员要很清楚的一个重点以外，那再来活动之后呢，当然我们也希望了解整个过程当中呢，整个参与之后有没有发生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呢，就像刚刚讲的，有些孩子他可能在活动当下他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又好像不是很清楚，然后又觉得感觉好像是还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运用所谓的匿名回馈的机制去让孩子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他觉得参加完活动之后呢，他觉得哪里讲出他的心得或讲出他的一个感受。那有时候像我们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组的一些小会议，当然这时候我们也会鼓励孩子去把它说出来比如说他可能在整个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他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是说他觉得有点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是有任何的一些想法都可以来回馈。但是当我们通常都会收到孩子他很愿意分享，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少数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一块他是没办法立即回馈立即分享的。所以呢，像我记得我还有一次参加一个童军，就是当下也是真的很感动啦，就是有一个伙伴，然后他在参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个伙伴他说话的方式跟说话的口气让他觉得不是很开心，可是呢他忍了一整天，然后呢一直到晚上的时候，他真的在讨论的时候他真的就受不了，他就讲出来，就讲到他自己哭然后另外一个伙伴也是在哭然后就变成说在这一块里面，当然我们都希望可以让他们当下就把问题解决，那事后当然也这个问题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当下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还是会有少数的一些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透过匿名回馈的机制也可以让这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说他们不敢发声的人呢，可以去说出像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当然长期陪伴机制这一块也是，我相信所有的团长在担任团长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希望可以长期陪伴我们的伙伴，然后呢提供给他一个在童军这边可以开心的参与童军，然后可以有相关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传承。那当然这一块我觉得是很棒的，所以呢可是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很稳定的时候，那孩子的陪伴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再去进行所谓的一个协调
那第三个案件留存跟内部教育使用，当然这还是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发生过相关的案件，当然它可能是需要留存的，但是在内部教育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有些隐私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只是说当然他可以提出来，可以让所谓的孩子们呢可以知道说，当发生相同的一个案件的时候呢，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那曾经处理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呢有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思考。当然也可以像所谓的刚刚讲的情境模拟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在内部教育的时候可以使用。好，那当然在这一块里面呢，我想网络上有很多种方式哦。那当然我也觉得自救的口袋包、口袋卡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参加活动之前呢，如果说你都是很熟悉的，那当然没有问题，你可能会有电话，可能会有所谓的LINE 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求助的电话。可是如果他是刚加入了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自救口袋卡其实也是可以让他们随身携带的，然后里面也会给他一些所谓的自救的步骤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求救，或者是自己帮自己如何去进行后续的，就会让他们协助他们冷静下来。然后再来紧急通报当然有些可能也会设定一个所谓的 QR code 让他们去进行所谓的填表。那另外就是也可以写下他的信任大人跟对付的名单在这个伙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让他们一开始我们在介绍团员啊，或者是介绍所谓的团长的时候啦，然后也让他们自己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可以找谁，第二个可以找谁，然后呢你可以写下来，然后呢他就不会当下如果发生事件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慌了，然后不知道临时要找谁，他可能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他可能这时候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再来就是团发生之前、出发之前发一些安全教育手册，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有帮助的，就是等于说事前的宣导可以让我们提高警觉。那既然可以提高警觉，当然他自己就会稍微注意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啦，可以让团员这一块可以更安全，这是很重要的。那还是要提醒就是勇敢这一件事情不是冲上去对抗，而是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有些孩子他会说，有些孩子他不说，有些孩子不知道怎么说，有些孩子他不敢说，所以也要让他知道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也不应该独自一个人去承受，而且建立信任跟安全应变机制，这个是我们要让孩子然后可以有的一个氛围，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为团长责无旁贷的任务所以我想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其实我觉得啦，我们现在社会氛围已经算很棒了。发生事情，然后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慢慢的可以勇敢的说出来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让他觉得我们是信任的，是可以帮助他的，然后呢他说出来是会有人可以回应他，是会有人协助他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在面对所谓的青少年这一块，我也想跟他们说，其实有些人像我在学校教健康教育的时候，教到性骚扰或者是有关于像这样的一个不当对待的时候，有些孩子可能还是会跟我讲是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是不是因为我穿也还是会有少数孩子会觉得我是不是穿的太怎样，然后也有人会认为他就是穿太少或者是他就是做了一些行为动作让别人觉得怎么样可是我想不应该为任何的偷拍或性骚扰感到羞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氛围之前会常常去检讨受害者，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这么晚还说为什么不早点洗澡，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家，你为什么半夜了还要穿的短裤短裙，然后穿的那么多在外面。可是问题是这不应该是拿来被骚扰的理由所以呢
希望对这些孩子也可以很大声的说，你不应该为这些感到羞耻。你穿的少，你穿的多，或者是你几点离开或几点洗澡这件事情，当然绝对不是被骚扰的理由，因为错的永远是做错事的那个人。那再来就是，如果看到有可疑的行为，比如说，有人探头了，有人偷拍，你看到了，他不一定是拍你，他不一定是针对你，但是他有可能是在拍别人，有可能是在进行别人的一个侦查。那勇敢的告诉大人或团长，也许可能当下他不确定是还是不是，可是如果你当下有告诉大人或团长他会去帮你观察，也许你的提醒就可以救了一个人。那再来就是可以学会保护自己，当然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当下你可以先做的就是环境这一块先熟悉，然后洗澡的时候要去检查你的洗澡的空间。那如果可以就是结伴同行，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录影自保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是保护自己最勇敢的方式。然后再来很重要的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在被碰触的时候，他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敢说，或者是说他觉得说出来会不会怎样，会很丢脸什么的。然后，但是我是觉得身体是自己的，保护自己绝对没有错。那当你确实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势必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对待。我不舒服了，所以我要报告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分享的。那当然在面对这件事情上面呢，我想我简单就准备这样，可是我还是希望可以透过像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保护到自己，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当他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信任的大人，或者是团长，或者是不管是任何一个对象，他只要有遇到问题，他可以信任，可以让他帮忙解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身为团长，我相信你也希望你的童军伙伴他是不会被骚扰的，但我也希望团长们也是要保护自己的，不是为了保护了童军之后呢，那其他的孩子都保护了自己，忘记保护自己，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性骚扰这件事情，它绝对没有年龄的问题，他不管几岁，他还是有可能会遇到性骚扰这件事情，也有可能会遇到偷拍的事情，那都是一样的。不要因为任何的偷拍或者骚扰感到羞耻，感到觉得很丢脸，因为这绝对不会是你的错，都是加害者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有没有团长想要跟我分享的？因为时间很紧凑，只能简单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或者是建议团长。看到好多伙伴，好棒哦！所以你要开麦克风。好，非常谢谢文清团长今天就是这么专业的就是内容的分享，也不断的在告诉我们重要的讯息，就是关于两性就是以及就是自我的安全的保护的这个部分，就是并不羞耻，我们应该要怎样的一个就是伸张自己的，应该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哈。那非常谢谢。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大家先来一个大合影。那合影完了之后呢，那就是大家 Q&A 的时间，就是有想要跟老师这边做请教的，就是可以留下来。好，那我这边来先开。好，那等一下，不好意思。好，老师，那我们投影片我们先暂停，先停一下咯。我就把它先停止分享。谢谢。好，那各位伙伴，那我的团长来了，月亮团长好。那个伙伴大家准备好了吗？我这边要拍一张照。大家好，文清好棒，谢谢团长。今天这内容非常的受用。哦，全部都有了吗？要开的伙伴，来，3、2、好，非常感谢大家。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